好，接下来我们关心继金融海啸之后，难道下一场来自于美国的车贷泡沫会正式的引爆吗？这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哦，包括他特别提到了美元疲软，而且美国自己内部的通膨狂飙，工作不断的消失，美国的老百姓才被掏空之后，现在说有许多人要逃离美国梦，全球人才逆流回中国大陆。今天就这些趋势，我们来做比较深入的探讨。我们先来看到美国经济现在看起来股市依然非常的热络，但是底层有出现三大危机。三大危机的细节来带观众朋友看到，一共是3颗炸弹。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车贷泡沫。现在呢，有30%的车贷借款人，他们的车贷余额其实是超过车价的，而且被说就算现在把自己的车卖掉了，也还不了这样子的一个贷款。那么我们来看到溺水的车贷的现象，还比2021年是激增了40%。底特律的汽车经销商这位总裁他特别讲到，现在很担心这种借款形成一个巨大的负资产，而车贷的违约率一旦提升的话，美国经济在下半年的表现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了。第二颗炸弹就是在美元的部分，现在呢来看到是川普重回白宫以来，美元贬值幅度已经高达了10%。哈佛的教授示警，未来5到6年，他预估美元还会再暴跌15%。当然了，买外国的商品进口就会价格上升，民众的购买力会再受到进一步的打击。那么再来看到的就是第3颗炸弹的能源所推升的通膨危机，主要就是因为中东局势的影响。我们看到能源价格的部分涨幅高达12%，其中在美国的部分，汽油涨幅19%，燃油价格涨幅更是飙升到涨幅达到44%，人民包括了生活成本都变高了。最新的消息，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幅超过了6.1%，尤其包括了在制造业的部分，现在说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导致就业下滑，成本大增。所以美国的3重打击，刚刚特别看到了车贷泡沫、美元的泡沫、美元的疲软，还有能源的冲击等等，接下来会对金融市场造成多大的危机？谢大使怎么看？其实美国现在真的是这个等于说在这个定时炸弹上面，因为美国这个社会，事实上你会看它，哇，怎么看 NBA 的球赛的人还那么多？怎么打高尔夫球赛的？哇，在那个美国那个这个 PGA 哇，这么多有。我跟你讲，美国这个社会，我跟你讲，简单分成三等人呐。一个就是富豪阶级、富裕阶级，这些人可能占美国人口里面大概就5%，不会超过10%。富豪的话，大概只有1% 都不到。可这些人日子过得真的很好，哎，这些人这个美国经济怎么起伏，他们还是过得很好。可是中间有一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可能占了60%，也就是薪水阶级啊，薪水阶级。另外还有就是贫穷人口，贫穷人口。事实上，美国现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事实上会越过越好，富豪、富裕阶级，因为川普还帮他们减税啊，对不对？然后另外一方面，美国最近什么都不涨，就是股票一直涨，所以基本上资本赚资本，用资本来生财的那些人，在过去在美国真的是好得不得了，尤其美国有些类股涨得不得了，对不对？像这个 AI 的类股，那这些人都赚到钱了。可是中产阶级很困难，中产阶级基本上他薪水基本上是没怎么动，可是因为你美国搞这个川普搞这个贸易战，事实上车子的价钱越来越贵，美国的车子很多都是靠进口的零组件在美国组装，然后呢靠它怎么样？靠它的这个贸易上的这个优势所以大家都把最便宜的东西卖。可是你美国搞一个你都搞进口税，然后也不准进口的东西进来。那汽车价格当然会增高啊，汽车价格增高。现在美国车，我们以前在美国买个车，15000块美金买很好看的车啊，现在随便一个烂车都3-4万块美金，难以想象。我难以想象美国车会贵成这样 ，Pickup 都要7-8万美金，这个简直是难以想象。美国以前 Pickup 一个那种农人喜欢开的 Pickup 3万美金就已经到顶了，现在都是2倍以上价钱。你这个美国人买东西都是分期付款，分期付款你2万块钱的车现在变成4万块，那你贷款就变成你起码就变成35000块，那当然这个车贷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啊。而且美国人家里有3个人，搞不好就要4部车，3部车，起码3部车，
因为每个人都出门都要开车啊，方向不同的话，要不然你就锁在家里面，所以中产阶级很惨，再加上穷人阶级现在更惨，因为穷人都是去什么 Target 什么沃尔玛去买东西，这些东西80%到90%都靠进口，你川普硬是要进口税给人家征到10%、20%、30%，那穷人的这些东西不是越来越贵吗？所以美国现在真的生活很困难，然后这个油价到4点多块。你4.4简直是荒谬啊！我觉得美国人真的过不下去了。川普讲的那些美国是现在是黄金时代，历史上最佳时代。我跟你讲，这个话越讲越，除了富豪以外美国的中产阶级跟他的底层人民会越生气。好，那同样的问题，像这个怎么看？我想现在的话，美国开始慢慢的感受到所谓这种停滞性通膨。首先我们讲通膨，台湾有通膨啊。可是，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跟现实状况，为什么通膨？就是说景气很好，大家薪水都上涨，所以东西就是越买越贵，房价也贵。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在所有的中央银行或者美国 FED， 他们其实就会升息。就利息变高了，大家就要压制你的这个消费，对吧？这个是通膨。对。可是呢，如果在一般景气差的时候，你失业的时候，大家找不到工作，也不用花钱的时候，在那时候为什么要降息？就希望你可以至少就你利息负担低，包括刚刚其实讲买车等等，你就还有力气做这些消费。但现在此刻在美国或全世界都出现的状况很麻烦，就这一波因为波湾战争油价造成的，它变成消费的成本增高，因为能源跟石油是漫步在所有的物价的成本里头了。可是，包括现在美国虽然 AI 很好，可是一直裁员啊，所以呢就变成说失业其实是相对严重的，就变成是很多人哇成本增高，买任何一样东西，面包、鸡蛋都涨3倍，可是问题是我的工作又被裁掉了。所以这是现在美国现有的中产阶级以下的部分面临的状况，这就是所谓这种停滞性通膨所造成的这种风险性的危机。因为这个东西很难搞 ，FED 你要升息或降息，你看他们已经这半年已经都不知道怎么弄了，只知道说确定不能降息，因为现在通膨很高。可是呢，现在这种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就会使得景气低迷的时候，为什么说风险很高？因为有可能整个经济的崩塌。因为一般大众消费者你收入很低，你不愿意去买东西，所以你购买力低的时候，消费你就停滞了。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你要一直流动，流来流去，走口袋、流到口袋都可以，你都不动了。以消费者来说很恐怖，而企业因为现在油价成本很高，就变成成本很高，可是呢市场又不消费，企业也会垮哦。所以呢，过去在疫情期间，我们感受到一切停顿了，所以中国在美国好多企业都倒闭哈，包括其实 Amazon， 然后慢慢的这几年复苏，可是这一波好像因为油价开始，又有一些企业快要撑不住了，因为成本太高，然后民众不买，我开了很多店，其实你就不买，那我也没辙。所以现在就会使得在美国经济我们来看，当然美国部分都说它美国政府的债务危机欠那么多钱，就是一切般为嘴亏。但是因为现在股市 AI 还是一直没有泡沫，我们一直没有破，感觉起来它的股市的支撑力很大。美元在这波湾战争，大家会说战争当中要买黄金，结果发现到战争可能美元可以带着跑比较方便，而且现在有加密货币，所以美元没有跌，所以现在只是美债比较有点动荡而已。美国总体来说，因为海很大，它的资本海，它有 FED 这个调整的机制，我认为它不会轻易的破灭。是美国如果破灭，全世界就破灭了。所以大家只是说，美国现在这种降低的风险，对于美国的国力，特别对川普的这个执政本身的冲击性的影响，我认为大家也不要一直觉得好，美国破灭大家会好，美国破灭我们台湾也完蛋了。对，好，我们看到整体来看，整体的美国的景气其实还是比较低迷的，尤其是冲击到的就是中产阶级。现在呢说，包括了这个美国内部在进行很多的裁员，刚刚我们提到之外，其实呢来自于过去撑住美国这些企业很重要的就是中国大陆的顶尖人才，现在也不再留在美国了。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治安恶化，尤其是亚裔的女性感觉到这边的犯罪率越来越高。再来就是生活成本过高，而且在移民的政策收紧下，感觉到歧视。所以我们来看到一个最新的报道，刚刚这些报道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点出来的。那另外就 CNBC 点出了一名36岁美国男子克雷卖掉车子，说他要住到中国大陆去。他说移居之后发现这是人生最好的选择，因为生活费只有美国的1/4，他的生活品质还变好了。干哥怎么看？听上次这样讲的话，你看怎么办呢？对不对？美国最好是不要倒，对。可是美国就是快倒了嘛。克雷今年36岁，他的故事很有趣。他10年前去深圳一趟，那时候深圳才不是刚刚啦，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
他就一看，哇，这个地方哦这么进步，比我们家乡还要进步啊！他家乡在北卡罗来纳州，然后他结识了一个中国女子啊，她的身世也很奇怪，她的父母是在大溪地啊工作，就是那个澳洲那个大溪地有没有？那大溪地她是在大溪地出生的纯的中国女子，然后她在深圳结识她以后，两个人就坠入爱河，然后结果她这个10年前啊，这个克雷她来这个深圳是教英语的，教了一阵子以后，年轻人嘛，那个时候他才26岁，赚大钱就回去花了，花到一半就发现不能这样，我在美国赚不到钱，于是3年前他又跑来深圳，然后就带着他这个就是以前结识的妻子啊，就成立家庭了。以后他就再也不回去了。他还打电话跟他老爸讲说，那北卡的汽车帮我卖掉了，对不对？因为我不会回去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克雷他说，我跟你讲，深圳是最有效率的城市，而且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出门不带钥匙，也不用带钱包，然后呢，一只手机就可以解决一切。还有整个城市是自动化跟不但自动化的程度很高，大众运输系统很发达，而且绝对不会有纽约地铁歧视黄种人的那种事情发生，或是黑人随地大小便那种事情发生。所以他说，我还是待在深圳比较好，而且我赚得到钱。你知道他一个月赚多少吗？他一个月现在$4000，哇，$4000，比我们台湾的补习班老师那个待遇还要好得多，对不对？他现在还在当补习班老师，但他过得非常的快乐。他说，深圳是养小孩。